有请主持人赵川。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暴龙眼镜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由暴龙眼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休闲旅游找途牛，下载途牛 APP， 手机预订更便宜。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爱宝粉丝使用甜甜圈提出情感问题，就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老师1对1的解答。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实时互动并分享至朋友圈，即可有机会获得实物大奖。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于继静于老师，欢迎于老师的到来。影视演员王丽云王老师，欢迎王老师的到来。华谊嘉信的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的到来。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的到来。今天第一对嘉宾，他们在爱情道路上碰到了怎样的坎坷？请看。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彼此也经历过很多事，走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两人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可能他越来越觉得我大男子主义，可是我觉得我也越来越不认识他了。各自的改变，让我们觉得对方都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如果可以，我希望能一切都回到原点。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奢侈的要求之一，就是让一切都回到原点。原点肯定是回不去了，但是我相信在老师的帮助下，他们会有一些启悟。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可27岁，来自湖北，发廊店主；女嘉宾小范25岁，同样来自湖北，是一名职员。来，有请两位。愿意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我愿意。女生在资料上面写的是25岁是吧？对。但是你们俩在一起已经有6年了。是的，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感觉特别的踏实，很有安全感，可以说是他手掌心里面的一颗金丝翠。好嘛。但是呢，时间久了，可能是因为他的事业吧，越做越好了，然后经济上的话呢，也越来越富裕了啊。久而久之的话，我觉得在他心目中连个麻雀都不如。哦，有钱了，就从金丝雀变成了麻雀了。是的，他是美发店的老板，店里面漂亮的女孩子很多，他喜欢簪花捻草，开始嫌弃我了，说我不会打扮，很土。没有，只是说我开理发店的嘛，肯定穿着时尚啊，打扮漂亮的女孩子比较多嘛。就是偶尔的话，跟店里的员工一起开玩笑嘛。店里都是男孩子嘛，所以说我们在店里面看哪个女孩子漂亮，哪个女孩子性感嘛，不是很正常的嘛，对吧？然后有时候在他面前就说一下说，哎呀，你看你跟一个家庭主妇一样的，又是穿的这么老土哦，就是偶尔的开下玩笑。然后就是讲的他可能不爱听嘛，然后就会你的解释是开玩笑是吧？对。但是他每次都是当着那么多员工的面然后去开我这种玩笑，好歹我也是店里的一个老板娘啊，你这样子说我的话，我多么没有面子，是不是？你这个职员不是说他那儿的职员吧？当时的话我是没有工作的，就是因为他这样子对我，然后我就自己出去找了一份工作。对，我出去找了一份工作之后，我有了自己的圈子，有了自己的生活。过后的话，我朋友也比较多，我学会了改变自己，然后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我学会打扮了。他久而久之就觉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明白了，你怕他跑是吧？现在不是怕他跑了，你看你上个班嘛，就在那个也就是公司里上个班嘛，有必要每天穿的那个花里花哨的吗？不是，他主要怕你嫌他土。之前是开玩笑的，知道吧？然后现在呢，就是不知道跟着外面的女孩子啊玩的，就是天天画的浓妆艳抹的，知道吧？你上班走出去，搞得多不好啊！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这样子呢？是因为之前在家里的时候，我每天在家里面就是给他洗衣做饭，然后店里面去给他做杂七杂八的事情，我好像感觉就是我就是他家里面请的一保姆，你知道吗？对呀。那你在家里做那些事儿的时候，他尊重你吗？他就觉得我做什么都是应该做的，就比如说有一次吧，我跟闺蜜2个人一起去逛街，然后逛了时间久了，
差不多6点多钟了，我没有回来做晚饭，他电话里面就大发雷霆，他觉得我不应该做家里面的这些家务活，你知道吗？我又不是1年365天，天天这样子，只是偶尔有一次这样子，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一下呢？明白了，姑娘，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全职跟他在一起，而开始自己去找工作了？1年前。你现在开始怀疑他了是吧？因为他经常出去玩嘛，一搞就经常有男的开车嘛，直接开到我们店门口啊，或者是说打电话呀，叫他出去玩啊、吃饭啊，而且晚上还去 KTV 酒吧嘛，经常玩到11、2点的回来，知道吧？更可气的是，经常有人给他发短信，直接就称呼亲爱的。没有，那只是朋友之间嘛，因为我在上班的话，我肯定有我自己玩的比较好的那个朋友嘛，是不是？同事嘛，谁没有半个知己啊？是不是？但以前的时候，我在家的时候，守护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对我的呢？太大男子主义了。就是因为我受不了他这种大男子主义，所以我才会去寻找自己的那一个圈子啊。你不是为了换人吧？那没有的。今天是谁想回到原点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话，以我们的经济能力嘛，就是说他没必要去上那个班，在外面天天抛头露面的在外面，知道吧？因为我自己开店的嘛，毕竟我也很忙的。然后呢，每天看美发店的，你们可能不了解，一天到晚吃饭的话，基本上是没有规律的，毕竟店里事情也比较多嘛。然后他没必要去工作嘛，然后在家里就做做饭嘛，洗洗衣服也可以的。不是，他太土了。那个时候我在店里面洗衣服做饭的时候，比整天在店里面跟顾客沾花撵草的，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那现在我学会打扮自己了，你又说我怎么样了？他刚才说了，他就是为了独立自主，并没想换你。他没有想过换，但是外面的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对他不怀好意嘛，三更半夜的有人还过来找你，你说姑娘这好像不太好。没有，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社交圈。但是我觉得这个分寸和尺度是不是有点儿？其实是这样的，主持人是那一次是我同事，你知道吧？因为我们在一起相处的话，工作中平时配合起来非常有默契。他的话一些私人感情的问题，他都会跟我沟通，跟我交流。那天他心情不好，所以他半夜给我打电话。谈恋爱不都是从私人感情开始沟通起吗？没有，因为他的确是只是把我当朋友，因为他也知道我有男朋友的，我们纯属只是半个知己的那种。那天晚上他心情不好，他打电话过来，就是说想找我聊一下。但是他说想约我出去吃点东西聊一下嘛。11点多。对，然后当时的话，他在我旁边，然后他当时心情就是听到对方打电话这样子邀请我出去，他心里面特别不爽。后来的话，我也没有去啊，没有去之后，完了他就跟我大吵，这完了还不算，他还打电话去把我那个同事给骂一顿，这才算完。当时我就很生气，我摔了门我就走了，我就没理他。你还是走了等于？对，走了之后那天晚上我就去我闺蜜家里面睡了一个晚上。不是，当时的话他不是走了吗？走了之后我就打电话找他嘛，他手机关机了。关机了之后，她的几个闺蜜，我们在武汉生活了6、7年，我都认识，知道吧？就那几个玩的要好的，我打电话过去，每一个都问了，都说不在他那里。因为当时我很生气，我就跟我闺蜜说，我说你别告诉她我在你这儿。当时我就睡在她旁边，我回来的时候，她就问我去哪了。我说在闺蜜家里睡，她就非不相信，后来还把我打一顿。打她的话，只是说当时太生气了。为什么生气呢？因为她当时就直接跟我承认了，说我就是跟别的男在一起，你怎么样嘛？就这样子。然后我冲动时候打了他一下。不是忍不住撞墙，你打他干嘛呀？因为你知道那种情况嘛，只是比较太气不过了，就是那时。那为什么我会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会承认的？因为我给他解释了老半天，我什么样子我都说了，他非不相信。后来我就急了嘛，我就直接招了，我只有招了他才会善罢甘休。听明白了。你今天想来干嘛？因为通过这件事情嘛，他真的就是2个人就是感觉到很多事情的话跟你之前不一样了，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所以说想通过这个平台嘛，能不能把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看能不能把它挽回回来。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女生现在是想走是吧？想离开他。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哈，我对他付出了我的所有的青春，我19岁就跟了他我觉得导致他今天能够这样子对我，我觉得我真的很寒心，我很痛心。一个男人动手打女人，有了第一次，他绝对会有第2次。更何况我根本就没有做什么。当时那种情况也是一时冲动。好，我再核实2个事实哈。在他在家里做全职女朋友的时候，你是不是沾花惹草？没有沾花惹草，我只是在店里面经常和客人开玩笑，但是我私底下从来没有跟女顾客去私底下接触过。这个你承认吗？每次都是我去店里面的时候，他就说跟顾客的话就不讲话了。如果我不在店里面，然后朋友反馈出来就说他就会跟顾客怎么样的疯啊、打呀、闹啊什么的。第2个问题，确实现在外面没有一个
更好的男人？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自从他对我动手了之后，我就很寒心了，我的心已经死了。好，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来，4位老师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方在做全职的时候照顾你，得不到尊重，你嫌她土。当女方这个整个状态发生改变的时候，你又怕她飞了。这个女人到底爱不爱你呢？19岁开始到现在6、7年的时间了，她为什么这样做呢？如果是斗气的话，说明心里还有你。但是如果斗气斗到一定程度，你要失手打了她的话，就走向另外一个反端了。为什么呢？我通过改变努力之后呢，我能获得你的尊重，但是发现你居然还是用打这样一个粗暴的方式，和原来这个嫌弃和语言上的不尊重有什么区别吗？甚至可能更严重。最后发现还是没有逃脱你的魔掌，那他的努力又有何用呢？那他真的就寒心了。所以提醒男士的想说呢，别挑人家的问题，想想自个儿当初做下了什么，今后我应该注意什么，否则的话你一错再错，感情真的就眼睁睁的跑掉。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她挺自立的，当你落魄的时候，你成了她的保姆的时候，干家务的时候，她瞧不起你。这时候你醒悟了，你觉得我不能这样，你又出去工作了，他又怀疑你，他又有不安全感了。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充分的体现出你是个小男人，这个生活真是个试金石，一下就试出你来了。我觉得女孩子做的挺好，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确实应该把握你在外面交往的这个分寸。如果你真爱他的话，你不要给他造成一种威胁和不安全感。尤其你说你在那个闺蜜家住，就这些的误解，我觉得都应该消除，都可以消除。其实那个时候我也跟他解释了很多遍，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你就不应该动手。对，你说这个是本质的东西，但是他今天已经动手了，那么你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了。我觉得真的这个男孩子没有珍惜，你从外形从内在你都配不上这个女孩，这女孩在某种程度上做的比你好。还有一点，我刚才特别想，你19岁你就跟他在一起，什么都不懂，没有生活经验，没有生活阅历，你就一头扎在这儿了，然后那个后面就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训，对于电视机前的女孩子和现场的一些女孩子，年轻的孩子，这个不应该很轻率的就住在一起，是不是？然后你现在6、7年了，结婚了还是7年之痒呢？所以真的这个问题你确实要考虑好。谢谢徐总。你们俩6、7年曾经有一段还是很甜蜜的，对，而恰恰那一段就是你们事业还很艰苦，是的，一起努力。对对对，我们俩是白手起家。他主要是开店，那你做什么呢？之前的话我是学计算机的，然后就因为他开店了之后，然后我就放弃了我计算机的一个职业，然后跟随了他，然后帮他一起打理店子。所以可以这么理解吗？你还真不是那种说，哎，他是这个店的店主，你就直接过来只做老板娘。其实这个店里面有你的付出，对吗？我们两人从刚开始去找店面，然后到店开业，一直都是一起经营。那投资呢？投资的话，也是我们自己2个人，2个人的钱，对，2个人的努力，对。现在反而这小子觉得是自己的事儿。你知道你败在哪儿吗？你就败在忘乎所以。你忘了对面这个女孩是怎么陪你一起辛苦的努力付出了。事业小有所成之后，你就觉得她就是一个金丝雀，甚至于金丝雀不如成麻雀了，这就是你忘本了。而恰恰你们的这个裂缝就从那会儿开始。女孩很聪明，她知道自我保护，出去工作，自己有自己的社交圈子，自己会从打扮到气质都有提升了。你现在怎么着？慌了。你觉得自己哟，我这事业所成，居然我女朋友要跑了，要飞了，所以你急了，所以你出手了。女孩，坚持你的选择，做独立的人。谢谢。如果他出手打你，先分开一段，然后呢，再看他是否真是那个还能找到之前你们一起打拼的那个人，那个人的影子。如果有，还可能开始；如果没有，就算了。谢谢。
事情的严重度比你们所说的还要更严重。因为今天之所以到这个舞台上来，这个男生不是为了来挽回爱情的，他是来找回一种安全感。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会这么会打扮，你依然打扮成一副老土的样子，他不会来。这是第一点，这不是来寻求爱情，是来寻求安全感，找舆论基础，说你在外面瞎搞。第二，在时间的流逝面前，男人总是比女人经得住衰老，你总有一天还要老，那个时候你的命运会不会回归到之前的状态？这是我最担心的。第三，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嫉妒是人的本能，但是宽容是人要学的本领。其实我们一般来说，爱情都是排他性的。我们所说的爱情的排他性所指的是，我所爱的人只有你，而不是别人，这叫排他性。但事实上，这种排他性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不是这样的。每个人的心目当中的排他性排的是什么呢？是排除同性的共同竞争，而并不排除异性对自己的诱惑，所以会让人形成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那种看法。专一的爱情是什么？是为了照顾对方的嫉妒心理所做出的让步，这种让步叫做宽容。但是有些人没有学会，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在店里面跟别的女生说话，你马上产生了嫉妒。如果这个时候他为了照顾你的嫉妒，想想当初你和他共同创业的功劳苦劳，他应该做出宽容的底线，他没有，他依然是坚持自己的行为。倒是相反，你在嫉妒之下，你没有变得盲目和消极，你采取了一种自我导使、自我向上的方式，打扮自己，充分的扩展自己的社交圈。但是当后来你变得优秀之后，他产生了嫉妒。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没有像你一样去让自己变得更好，他采用了一种打的方式。所以说王老师那点说的没错，当人共同产生嫉妒的同时，有些人选择了释怀，选择了自我积极的向上奋斗，但有些人忍不住用了一种龌龊的方式，要毁掉你的积极，让你变得不积极，再回到原来老土的方式。他心里甚至在想，宁愿像你现在这样打扮得这么漂亮，天天跟别的朋友在一起，我不如你变成原来那丑的样子。有些人真的是这样想的，他一方面希望自己的老婆漂亮，但是自己老婆一旦漂亮，他自己感觉到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宁愿你丑也不要你漂亮，这是一种极度的自私。所以说男生其实坦率的来说，如果除掉爱情的真心和付出，光从外形上来说，你显然是配不上这位女生的。摆明了说一开始你是占了便宜的，但是呢到了后来你没有珍惜，当对方重新拾起了对于自己的信心的时候，你产生了嫉妒，你的这种嫉妒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破坏。甚至我怀疑你今天到这儿来，到底是不是寻求爱情，还是寻求一种所谓的舆论力量，让他能够回归家庭，又或者内心有腹黑的想法，宁愿他变回以前丑的样子，也不需要现在的这种不安全感，你自己内心非常清楚。所以我说，其实真正的爱情不是互相束缚对方，那是有一种自信的体现。真正好的爱情往往是不束缚对方，但是到头来又无法离开对方，这才叫真正的爱情。就是怎么打怎么闹怎么吵，到后来还是分不开，这才叫真正的爱情。但是如果有一方完全不顾对方的考虑，宁愿把对方的一些积极的东西损失掉，也要把他死死地拽在自己身边，而拽在自己身边又不那么去珍惜的人，就完全把你当成了私有财产，这就是极度的可怕。总而言之，最危险的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还会老的，你不可能保持现在这样的青春靓丽，那么在那个时候你情何以堪？想一想。谢谢。我同意王老师的一个观点，其实他们还叫恋爱吗？他从19岁开始，他们俩进入的实际上面是不受法律约束和不受法律保护的一种婚姻状态了。你们现在更像一对7年之痒的夫妻，不知道怎么在彼此的前进当中去找一个平衡点。他有他的问题，老师们都点到了。我特别想问女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会对你产生这么大的不信任？难道仅仅是因为说
你化妆了，你穿了裙子了吗？你自立了吗？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些吗？自己问自己，不用回答我。下面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其实那一次打你的话，只是一时的冲动，其实我也很后悔。而且的话，其实打你之后，我比打在你身上比痛在我心里。毕竟我们在一起经历过6、7年了，从我那时候也就是个20来岁的小伙子，我们一起经历、一起成长，而且到现在，我们的经济条件各个方面都已经很好了。如果说不是这些问题造成的话，我们想必都已经可以结婚了，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所以说这次的话，希望你原谅我这一次。我们在一起有6、7年的感情了，我对你的感情一如既往的没有变过，我是真的爱你。对，只是说你第一次打我，让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但是如果接下来你如果能够把这个习惯改掉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回到从前。好，时间到，来，2位交换你们的密码箱啊。谢谢你们，请回。来，请关门。常说这个7年之痒啊，这恋爱谈到第7年的时候，事儿也出了不少。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究竟是怎样的。5、4、3、2、1，还不跑过去，还拿个劲儿。哎呦！来，箱子给我。嘿嘿，花言巧语还是有一套。此纸可兑换你打我，我不抵抗10次。好好珍惜彼此就行，拿着吧。